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3D 格斗游戏《铁拳 TT2》。今天又是一期投稿的小伙伴是陈新雪。用他的话说呢，本作他不是很会玩，但是通关没有问题。大家从选人也能够看出来是投稿的，对吧？选择的角色一个是马歇尔，马歇尔应该是陈新雪比较爱用的角色。前一段时间他投稿的铁拳6使用的就是马歇尔。另外一个角色是保罗，保罗这个角色我印象是很深的。这是铁拳系列的元老了，我记得2代还是3代啊，它有一个超杀，使用方式特别简单，大概就是拉后，然后按2个拳就可以。第一关打的是克里斯蒂加上米格尔。每关要赢3局，这样的话就是5局3胜制。TT2 也继承了前作 TT 的特色，就是组队战。其实，在格斗游戏里边，这种双人的组队战，很多小伙伴是不陌生的。比如当年在街机厅非常常见的《风云末世录2代》，而且那款游戏的一些系统和本作也有相同之处，比如说可以切换队友，形成连续技。第2关打的是极光，但是极光只有自己啊。而且极光这个造型，对于我这种只玩过2、3代的人来说，变化是非常大的。这种组队战，一个打2个，真的是吃亏太多呀。因为对面相当于2格血，当一个角色的血量少了，他可以把另一个换上来。而且大家注意，人物的血量是有红色区域的，那这个区域如果被换下去之后，它是会回复的，算是一个不确定的伤害。这个系统可能玩过街霸的小伙伴也比较熟悉。马歇尔上来之后吃了好多亏，打了一波反击之后被换下去了。本作的街机模式一共是9关，流程方面算是中规中矩吧，但是每关要打3局。第3关打的是马杜克加上铁甲豹王。本作里边的豹王应该是铁甲豹王2世。我对豹王的印象就是他的投技可以抓住人的腿，最后把人抡出很远，掉的血量非常多。至于铁拳4代之后，我就不是很了解了。本作的出品时间就更晚了，2012年，分为街机版还有家用机的版本。
其中街机版的可选人物是44个。CMG 版由于可以使用 DLC 进行扩充，所以说最终好像是来到了59个。至于后面有没有新的 DLC 就不清楚了。这就是家用机版本的优势。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. 第4关打安娜。Try showing me a good time. 每个角色出场的时候还有一段特写。安娜有点犯规了吧？别人空着手啊，他拿着一把匕首。好吧，极光也是拿着一把刀的。但我感觉极光的刀应该是有所削弱呀，因为游戏当中你很少能够见到他去砍人或者是捅人，大部分时间是拳脚的功夫。这就是我对当年极光的印象。好像他有一招还是捅自己吧。马歇尔和保罗是怎么好意思的呀？两个人打安娜打得这么狠。本作组队的选人好像也是有一定说法的，因为人物之间是存在所谓好感度或者说是默契度的。涉及到第2个角色，他的血量什么时候闪烁？闪烁的时候就可以换上来了，代表着他的怒气值满了，好感度高，默契度高，那闪烁的速度就会变快。第5关打的是雷武龙还有布鲁斯。雷武龙刚才的登场姿势，我感觉有一点中二。本作的引擎应该是来自于铁拳6。现在一说3D 的格斗游戏，我能想到的可能只有铁拳。不知道有多少玩家还记得，当年铁拳对标的是 VR 战士。我印象当中的 VR 战士上一部作品还是07年的5代，6代有没有出不大清楚了，一直也没有听说消息。VR 战士的主人公名字，不知道小伙伴还记不记得？结成精。新作虽然没了，但是里边的角色没闲着。结成精应该还登陆了 3DS 平台的交叉领域计划。非常神奇的是，里边也出现了大量的铁拳角色。当年的老对手齐聚一堂。第6关打的是妮娜和埃迪，妮娜真的还是可以啊。上来就被连没了半条的血。我印象当中，马歇尔这个飞踢好像没有踢中过人啊，这个套路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
铁拳虽然从4代之后不大了解了，但是还是非常喜欢看他的对局。和2D 的格斗游戏相比，3D 的看起来更加拳拳到肉。但是3D 的格斗游戏系统上真的是太复杂了。这次的飞踢踢到了，是在版面的边缘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看《格斗天书》还是电软，里面有铁拳的出招表。感觉和之前玩的2D 格斗游戏有明显区别。第7关打的是3岛人8和3岛平8。3岛家的人真的是太不消停了呀！这是前面2代，后面还有3岛18、风间人。当初看铁拳的出招表，是因为知道他有一个10连技，就想研究一下怎么把10连技打全。但是后来发现这款游戏还有什么泰式技，比如说下蹲的过程当中出拳或者出脚会怎样，甚至还有什么摇杆回中。再加上左拳右拳，因为之前玩2D 的格斗游戏只有轻拳和重拳的区别。所以如果投币铁拳的话，往往3-5分钟就完事儿了。而且当年的很多街机游戏，投一个币可以打很久。就导致我的铁拳终究是没能够入门啊！对面来了一套连，也非常凶狠。这款游戏的连续技看起来非常爽快，掉血也比较多。刚才这个飞踢又空了，是踢晚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如果踢中的话，刚才那套连的伤害也很高，所以这款游戏的偶然性真的是比较大呀。我当年不爱玩铁拳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感觉自己刚刚开始要上手了。2代和3代打一打 AI 还是可以通关的。然后突然就会出现一些情况，比如说一些不会玩的小孩儿，投一个币和你 PK， 他也不会什么招式啊，就是胡乱的乱晃摇杆，乱按拳脚，结果有的时候真能把你干掉。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本作采用了5局3胜制，就是为了削弱这种偶然性。这里就开始 BOSS 战了，这个家伙是斗神。最后这点血实在是太抗打了呀，还要把他红色的血条打没。相杀，相杀真的是不划算啊！对面这个血量让我想起了6代的那个机器人奖励关。BOSS 还会飞，这个有点恶心了。我想起了恶魔18。打这个家伙还得靠连段。一下一下的蹭不解决问题，保罗可以上了，
斗神不愧是 BOSS 啊！ Round 3. 之前的2打1关卡感觉都是在欺负对面，打斗神的话，感觉是斗神在欺负他们2个。蓝色血条已经没了。有些招式打 BOSS 真的是刮痧呀。BOSS 由于只有自己，所以说他的红色血条是会慢慢恢复的，不用等着换下去。后面要打风间准了，好像有的也翻译成风间损吧。 Get ready for the next 所以说，不只是三岛家的人不消停啊，嫁到他们家的人也不消停。这里是普通的形态， Round 1. 看这身打扮像是暴走族。打完1局之后是会变身的。 身后的那个蓝牙棒为什么不用啊？这个飞踢又踢空了，这是几次了？这里的剧情是吸收了什么恶魔能量吗？但是没长出翅膀啊。 这种能量还附在他身上了，感觉变成了衣服，让我想起了猎天使魔女。里面这种能量覆盖的位置啊，实在让人恨得牙痒痒啊。 但如果这种游戏上了电脑平台的话，那穿什么就不是他说的算的。第1局打得很勉强啊，第2局上来保罗也吃了大亏。不愧是最终 BOSS 啊，好强！ 好消息是，这个状态只需要赢他2局。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3D 格斗游戏《铁拳 TT 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也感谢陈星雪的投稿。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